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好，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4月22号。那我们的李黄老师，我们的今天的主题的讲师已经来到线上，我们直接来邀请李黄老师来为我们今天开讲，好吗？好 OK， 谢谢。如果大家方便，你可以在那个应该有个讯息栏吧，你可以写一下你是哪个团，那简单让我多学习一下，了解一下。OK， 那我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廖炳煌，那我是从小就是童子军。我是台中丰原长大的，所以我幼童军是在南洋国小，那丰东国中的童子军，台中二中的学生。不过二中我读的时候还没有童军团，所以我回到我的行义的在丰东国中，然后我淡江大学罗富群，我的募章承诺是在北极星童军团，所以我后来也担任北极星童军团的服务员。那简单的介绍是这样。那我现在在外展教育发展基金会推动户外教育的部分，大概这是我简单的自我介绍。那我想跟各位伙伴报告说明一下，就是我这一次其实也不是现在才开始了啊，因为我这一次特别针对 IST 我发起了一个领导力训练的部分啊。那我先把那个缘由简单的说一下。也请各位多了解之后，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我们待会可以做一些讨论。我自己2019年有参加了美国举办的世界大陆营，那我想了好久，等了好久，就在2019年去参加。那因为是带着北极星童军团的2个小队。跟佛光团的2个小队，我们并成一个团。那因为是带团嘛，所以相对一大早大家起来，然后把伙伴们就各自努力的去参加活动。那我没有跟着他们的活动好，就自己在各个营区做了一些了解。我那一次7个营区，我总共在美国举办的那个神秘那个营地，我总共跑了，那时候还体能还好一点，我总共跑了70几公里吧。那我到各个活动站去参观了一下，了解了一些 IST 的运作。那我发现非常多的工作，但是它需要很多的证照，户外的一些证照。你是独木舟教练啊，或者是你是绳索方面的教练啊等等。如果你有一些证照，通常会比较有机会可以担任比较铁部主的工作。那如果没有，当然很多配合的工作也需要有人做。所以 IST 的参与，我相信就非常多元的哈，非常多元的，因为人数很多嘛，参加者很多 ，IST 也很多，所以那个整个 IST 的管理是非常大的学问。那我在2019年回来以后，我其实就一直在思考 ，IST 去参加的这些志愿者，他去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他有需要经过一些训练，
第三个他怎么把他的工作可以做更好一点。所以这些问题就在我自己的思考里面。所以我2024年那个有争取了一个因为2023我去韩国的大陆营，大家的经验非常参与非常不一样。在外面看的这些我们童军的伙伴们得到很多不同的讯息，所以是不是 IST 真需要再多一点训练啊？这是我的想法。那参加者其实也应该有一些准备，可是参加者大部分是以参与嘛，讲是参与为主，以他的准备度需要准备，但是准备度肯定没有 IST 吧？这是我大概的想法。那也因为，所以我24年就开始鼓励几个热的团，北极星、台北团、北极星、台中团，还有台中团那边接到了一些有意愿想要去担任 IST 的年轻人，大概有40几位，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4天的训练。那我把这个训练比较看成是领导力训练，所以在2024我们就开始，我就办了这个营队。那这个领导力训练，感觉上参加应该在过程里面有一些自我的了解，一些学习，然后透过更多的自我了解，发现团队的互动，团队互动又回归到他自己更想做一些什么事啊，有这些过程跟讨论。所以，但是因为我们只办了24年这一届，那没想到在25年的10月份吧，我才知道原来27年的波兰世界大陆营，我们台湾居然有报名378位的 IST， 这人数算非常多。那我就想，到底 IST 事情在这个过程需要做哪些准备？我先举几个例子啊，当然我这个举例，如果各位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啊，就我只是先用这个例子，因为我有很多的 IST 抱着一股热情，然后特别第一次去的，那他很积极的想去，可是如果没有多一点准备，那他的热情大概都只能被用在更基础的服务性工作，不是扫厕所啊，不管是供应站里面的搬运工作啊，甚至多一点可能的交通指挥啊等等。那这个其实这些工作都很重要，都需要有人做。但是你是不是因为没有其他技能而被派到这样的工作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嘛？有没有其他选择？那一直这样，所以我就在想，如果 IST 能够先更多的自我提醒，那有一些准备。所以这个是我最早的初心本意啊，初心本意。那另外，因为我自己的工作20几年来都在做教育训练，所以我有一点点机会，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我有一些机会帮企业办训练。那普遍目前我遇到这些企业都觉得，人不好找。第一个，台湾少子化，所以现在很多职缺不容易找到人。第二个，找不到适合的人，企业界。所以他们就很辛苦，透过一个45分钟的面试，好像也不容易真正了解这个年轻人，那年轻人也不容易真正了解这家公司，所以大家在一片误会里面，用了这个人，
可能这个人很快就没多久就离开他第一个公司，类似这样。我遇到企业界有听到有这些声音，那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在想，那我们有一批那么热心想要去服务别人的 ISP， 然后这么主动，也花了这么多钱，主动争取要去服务别人。那如果这些年轻人更有准备，更有所谓的自我发展或自我了解、更多自我要求的过程，是不是有机会把工作做得更好？那也因为做得更好，所以更不一定是花多少时间啊，但是更好的意思就是说，他更有余力把工作做好以外，他更有余力可以去看看整个世界大陆的整个内容。然后更有这个愉悦的心情去开拓他的视野。如果能够这样，那这一群人不就是比一般他的同学更有国际视野，更有服务热忱，更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这些不就是因为企业想要的人吗？这是我的第一个分享项。后来2025年不是中华民国统军又争取到2029年的世界罗浮大会，那我就在想，2027这批 IST， 哇，那不就是更有机会，好好的在2027，服务、学习、开拓视野，建立他更正向的人生观，然后回来以后，2029。我就可以挑起这个主要的世界罗浮大会的主要工作，来帮助我们台湾我们总会也好，台湾的所有的同军伙伴，就有一批得力的主力能够来协助2029，那变成一个很有担当的年轻人。那如果经过2027又经过2029这个整个训练，那这个不就是企业真正要的人才吗？那我们如果好好的培养这批 IST， 那我们国家各行各业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储蓄部了吗？第二个，台湾年轻人的领导力不就更有所促进吗？这是我起心面基本的想法。然后我再做一下，那凭什么是我来发起这个训练？其实我认真想过，因为童军资历比我好的童军资历的前面也还很多，那凭什么要比我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也去请教罗金的委员、主委，我也请教了秘书长，因为我在想，有没有更好的人或更好的方法来协助这批年轻人？那么目前看起来，不管是国青委员会，或者是总会、秘书处，现在都有既定任务在执行，所以也还没有完全能够为这些 IST 策划一个特定的训练内容。那2027世界大陆营的总团部，那也很积极的在协助这些 IST 一些行政工作，但是目前都还在忙着一些行政安排、一些观念沟通的这些行政事务，好像也还没有办法有人来策划这个系列性的训练。那因为我自己
天都在帮企业办训练，所谓的团队跟领导力训练。也有机会跟几个比较好的大的公司在互动，所以这些内容现成的，每天在做的事啊，所以我就很大胆的说，其实我目前没有争取这一个总会给我的任务了，目前是自己很大胆的发起，我认为 ICT 的领导力训练是有必要的，所以我大胆的去发起了，那征求2027的总团部负责人的一些基本同意，我们还有协助 ICT 的资深伙伴同意，我们发了一些问卷，然后希望通过这个问卷寻求大家有没有意愿，那如果有意愿，就个人来报名或参与。大概这是我的构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想了解的。团长好，我想问一个问题。请说。我已经报名了，但是他要求我填这个保险资料的时候啊，那个页面都没有办法填任何资料，但我不知道怎么问这个问题。刚好你今天有课来问你一下。没问题，我明天请他们会马上修正，谢谢。那我已经报好名了，只剩下保险资料没有填。为什么会有保险资料？因为要参加课程的话，就需要我们也会要求保险。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当然没有对这个我这个起心动念有什么疑问或者我当然待会可以多说明一下，我大概要做哪一些内容，我可以把内容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只是在想说，各位团长们、各位伙伴，有觉得这样子的内容可能内容来大会报告，但是所谓的领导力训对 IC 的训练，各位有没有什么疑问？团长，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你的领导力训练跟我们的幕章训练有什么不一样，还是有相同的地方，或者是你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可以。那雅婷有参加过基本训练跟幕章训练的吗？有。OK， 你是谁起的？我童军跟行义是跟知颖一起207。对，好。我是60期幕章训练，62期幼童军幕章训练，60期的童军，62期的幼童军。好，那很早以前了，我想幕章基本训练、幕章训练是对服务员的训练内容，所以它有一定的介绍，然后不管是让大家学习怎么样举办一个团契会，不管是童军的疑点啊等等，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内容，担任一个服务员所需要学习的知识、观念、技能，我想在基本训练跟幕章训练里面都有。那当然，他也会多少都会谈到如何带团跟领导力相关的。那未来我要帮忙办的这个3个批次，一个系列性的内容，几乎是为参加者量身定做。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根据每一个批次报名的伙伴，那我们会做一些课前了解。那我希望能够比较客制化的来针对参加者的需要做课程设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体验式学习，所以我们用了一些设计的安排，所以我几乎没有固定式的内容一定要讲的，没有。
不像木章基本训练或木章训练，它一定基本要教给一个服务员要做的东西。当然，我们更多的会希望让参加者有更多的自我了解的机会，了解他自己，比如说他的沟通心态，了解他自己对问题解决的思维，了解他自己对人跟人互动的一些这个叫人际互动、人际关系互动的能力、态度、观念。那我通过引导活动设计跟引导反思，应该有机会让每一个参加者透过体验活动的安排，然后透过引导反思的过程，可以让每一位参加者几乎可以让每一位除非他自己非常封闭，他不愿意透露或者是不愿意参与太多，否则主动来参与的、主动想学的，他应该会在过程里面得到更多的自我了解、反思的机会。第二个，因为这个团体比赛，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比较多的去透过这样了解团队，然后在这个团队互动里面、人跟人互动里面，他们决定团队要往前进到什么阶段。但因为课程结束，就算有9天，3个阶段9天，对每一个人来讲结束就结束了，所以更多的还是回到自己。所以第3个部分在课程里面希望能够回归本我，他自己发现到他需要加强的地方，他应该要采取的行动，他的未来下一步的走向等等，然后能够尽可能去正向积极的学习跟成长，这会有4大步骤了。那我这样讲有点这就是形容词了哈。到底彻底怎么做？会比较多的因为我手上有比较多的工具有很多的活动工具，所以我可以挑每一个过程，我都挑比较适合的活动给每一批次的参加者。这个大概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它跟木章基本训练、木章训练一定要讲的内容应该会不太一样。简单先说明。谢谢团长。没问题。那团长，我再请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我们这是国际活动嘛，那有些 IST 他们搞不好没有出过国，那针对那个 cultural shock 的部分呢，如果文化冲击的部分，团长也会帮忙带入一些吗？会，我觉得文化冲击，因为这个是大概第一次出国的伙伴都会遇到，像我自己在大3的时候。第一次出国，我到美国童军夏令营去担任服务员，所以我的感觉是，大家都遇到，但是遇到这种所谓文化冲击的，我个人认为在国内我认为他准备的是他自己的态度，就是他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不同文化，那回归到他自我。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态度，假设他是一个谦虚，是一个尊重，是一个好奇，是一个想多学习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文化冲击性就算很明显，但是他应该有机会可以学习跟欣赏。这是我们在一方面我们课程里面也会有，二方面就是希望他的态度先建立。那我可以多说一下的是，我在第2阶段，第1阶段都是比较所谓的携带式活动，比较团队建构的部分。第2阶段我会应用我自己的龙潭投放区的生场。然后去邀请他们在于所谓恐惧、害怕、不敢的过程里面去自我突破，
的部分多一点，第2阶段。那第3阶段我有安排一个霞喀罗古道，就是新竹那边的一个霞喀罗古道的一个践行。那有一个部落探，我不知道各位对霞喀罗的认识有多少，但是它总共有21公里，它从新竹五峰进去，从新竹的尖石出来，或者你从尖石去从五峰出来，总共这条路有21公里。我记得我回答这个文化冲击的部分是，那边在五峰那边有个清泉部落，都是泰雅族啊，那头尾泰雅族。那我会带着参加者做一些文化探究。那边有一个天主教堂，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去过啊？那清泉部落那边有个天主教堂，这天主教堂是那个长颈鹿美语的创办人神父的弟弟，他弟弟也是一个神父，他们在那边创建主持的。然后那个天主教里面的彩绘玻璃，都是当地原住民的一些故事所画上去的。它不是国外的，不是天主教的一些圣人的故事，它是当地原住民的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是当地的原住民。好，对我而言，我当时拜访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教堂，而且里面有一个美式的夏令营的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会在那边过1夜。我个人认为它是非常跟我自己想象的天主教堂，它是非常融入当地文化。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透过这种文化探究，让参加者去看看为什么一些国外的神父他们做这些事。那事实上也就是想要让他们进一步去探究跟探讨。那因为欧洲特别是波兰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国家，你去到它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小镇、每一个教堂、每一个名人住过的地方，它都很有可以探究的。那欧洲人特别波兰呢，因为他过去在的共产主义跟民族主义之间来来回回，他的文化冲击量大。那这次的革旦时刻又是在所谓波兰之春当年的工人运动起源地，那边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博物馆。就是那边的这个博物馆就是他们的船屋工人的当年工作的地方。那我的确是文化冲击是非常，或者文化的多元性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那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有好奇探究的意愿，它的冲击性会小一点。当然我待会用的形容词我用的比较过分一点，请各位请多见谅。就它不需要太多的大惊小怪，它不用太多的排斥或者是不舒服。我觉得他应该去多探究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想法，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渊源背景。那如果带着这个态度，可能所受文化冲击稍微小一点。这是我现在想得到的，会在当时做这样的设计但是如果参加者他愿意把他这个担心或这个疑虑带到课程里面来，那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参与的伙伴，我们就有办法引发更多的讨论，来分享交流，然后让他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只要带着问题来的，应该透过体制学习，应该经过引导反思，多多少少都会带一些观点跟想法回去。这样可以吗？谢谢团长。没问题。我补充，我再继续一小段，然后
待会如果你们还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24年、25、24年，因为我去参加德国参加一个7月底5月初，我在德国参加一个体验教育的研讨会。那我跟欧洲的朋友我几乎过去很多年都会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然后因为去德国嘛，所以我就刻意做了一点安排。我们跟台中北京童军团的幼翔，我们就去了参加研讨会以外，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去波兰的世界大陆的地方，因为我在波兰有几位体验教育的朋友，所以特别邀请他们帮我的忙，带我们那个是世界大陆要举办的地点。也跟格但斯克透过他们的安排，跟格但斯克的一个海童军团做了一点交流，所以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大陆营地就在波罗的海边上，它离波罗的海很近，大概营地到波罗的海的沙滩大概就是1公里到1.5公里的距离，所以讲走得去的。那他们的波兰的航海活动也非常发达，这是我这次去了，上一次去了才了解的。那波兰人我本来就知道他们的登山运动很盛行，我相信这次世界大陆营的参加者，IST 应该会在山域的活动，还有水上的活动有很多服务的机会，这是我的了解。那所以那我们又跟乌克兰，当时我们24年又跟乌克兰流亡到波兰的这些乌克兰年轻人的3天的登山活动。那我也发现，因为乌克兰毕竟他们现在都在波兰了，欧洲年轻人严格讲，他们有一定的礼节，他们的礼节是我们比较。我们比较没有亚洲比较没有这样做的，比如说他们有亲吻脸颊的这个礼貌啊、拥抱啊等等这些，他们是非常自然的。那对我们而言，可能我们不一定一开始不一定那么习惯。那这一些我在这几天的训练里面，只要他们带着这个问题来，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交流的机会，大概是这样。因为我对刚好有机会去多做了一些事先的探讨了解，所以我也可以尽量分享。各位还有没有想多了解的？如果各位没有问题，我再多说一点。我请问一下各位，如果你们的团或者你们自己家的子弟有意愿去担任 IST，你觉得他们现在的准备开始吗？够吗？大家，我请问一下，我接着请问各位，如果2027的 IST 是一个有更多准备，有更多学习意愿，有更多交流分享，更多主动服务的态度，然后去了这个世界大陆跟3万多个人这么大的场面，其实是5万多个人，要加 IST 本身有5万多个人的这么大的场面，然后展开了这种12天的过程，然后前后当然他有些旅行啊等等的安排。回来以后，这个孩子会不会不一样？那如果孩子开始不一样，有没有可能想要多做一点事，对他自己，对他家里，对他的学校，对他的同学团，有没有可能他想要多一点事，或者多服务一些，还有一些行动？那如果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年轻人，在2028，我们台湾开始召集需要协助世界大陆世界罗浮大会，对不起，2029的世界罗浮大会需要有一些有人出来承担一些工作，来担一些事情。
那我们这一批2027的 IST 会不会有更主动性？那如果2027的 IST 29担任的一些主要工作更有承担的话，各位觉得，如果你是企业的人力资源的主管，你是企业的业务主管，或者是你是企业的老板，你想不想招募这样的年轻人到你的企业去工作？这个时候我就想要征询大家的意见。如果你是企业主，你会有意愿？各位可以回答一下。各位伙伴，你们有想法吗？至于你对大家比较熟，你要不要邀约几位发表一下？邀约是吗？好哦，那我们来把画面来打开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哪些伙伴现在在线上，好不好？大家其实就试着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吧。好，那我来直接邀请风月好了，好吗？风月，你有在吗？风月也算是还蛮就是参与了几场国际的活动嘛。风月来，你来那个回馈一下好吗？我没有参加很多啦，就是刚好是最近这2年的活动而已。对，然后就是也是在透过参加活动当中，然后慢慢才知，因为我本来是带小小女童军的。对，那有时候现在少子化嘛，那其实我们身为团的团长就会想说，也是面临招生的问题。对，那有时候之前还没有参加国际活动的时候，在招生的时候，大概都只能跟家长说啊，童军就是来玩啊，透过游戏的方式、小队的方式啊，给予荣誉，然后鼓励小孩这样子。可是小孩当他们到了国中之后，可能课业压力就慢慢就不想来了。对，所以就变成国中、高中之后，你很难留住小孩在童军的这个 field 里面。对，那我就是这2年有参加那个 Rollerway 跟 Moot， 去年也有去 Moot。那回来之后呢，就也有去那个，我们去年不是那个行前训练，也有去那个团长那个渴望园区，我们也有去做一些行前训练嘛。对，那我才慢慢发现到说，哦，原来长大之后的童军其实出路更多。对，那透过童军这些训练，当然不见得每一个小孩的经济能力都可以允许他去出国去参加国际交流。对，但是我们也是鼓励小孩把握国际童军来的时候，像今年年初1月底的时候，也是女童军那边有 Camp Next， 那也有亚洲区的一些女童军来台湾参加活动，那我们就会鼓励小孩说，把握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活动。对，那我们现在也在团里面鼓励大家说，大家要留下来哦，因为我们2029会有 Moot 这个活动。对，对，所以我慢慢的比较能够去跟1年级甚至幼稚园大班，因为我小小女童军嘛，我比较能够跟这些家长们去跟大家说，其实童军没有强迫要求你一定要参加。我们童军在宣誓不是说我是自愿参加的吗？对，那当然中间你可以进进出出，这个都没关系。但是呢，我觉得童军最终教的是一种态度。对，像我今天早上在公司，我也是跟我的 senior 的主管在聊说，奇怪，我们怎么都招不到新的年轻人？那个 senior 的主管就告诉我，其实老板、董事长、总经理他们都希望找有经验的人。对，我说那怎么回事啊？我们有经验的人也就这么多人。对，那而且有经验的人，老板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去挖角去做什么？那我们怎么样让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企业在公司里面会面临到说，年轻人我们去哪里挑，然后即便他有很高的学历，很好的那个分数啊成就，但是有时候来了之后就发现，他有时候在态度上就是不是我们期望的那种态度。对，那这个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对，这是我小小的看法。谢谢。嗯，刚刚有一位伙伴好像有提说，如果也要看年轻人是到什么程度嘛啊，这个确实啊，就是说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年轻人企业主他也是很重要的，将有力啊，他要认真看到底这些年轻人态度够不够，能对公司有帮助啊等等，我相信这个是非常合理的。这也是我们训练的目标了，也目的。这是我大概想说的。好哦，那我们线上雅珍要来试着聊一下嘛。雅玲，那个玉玲，你这边有要聊什么吗？如果没有的话，麦克风帮我先关了。玉玲，谢谢哦。OK， 那个雅珍，你要不要试着聊一下呢？我的问题不是，应该说我回答的问题跟风月一样，而不是你参加了国际上的一些罗浮活动，然后你要看那个罗浮整个人参加完后，他有没有想要变成什样的人？那就我目前接触了很多现代的小孩，因为我在国小当教师嘛。我觉得现在的小孩抗压性、耐挫力都很低，所以要招到新的幼童军啊、智龄啊、童军都很困难。所以，我在看如果说我是企业主，我不会因为他参加国际 IST 或者是台湾 MOVE 世界罗浮大会来跟他加分，我是看他的面谈里面。会说明他在如何在 IST 担任的时候如何解决危机问题，在问题的解决方面才会判断他是否是我想要的人才。当然，我可能也会面临像风月团长所说的那样，因为包括我们教师也是年轻的老师，在耐挫力也比较弱一点。对呀，对，想回应两位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出国前，我们可不可能给他提供一些训练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多多少少也知道说，因为过去的 IST 都人数比较少，那都个别报名过，那团部也没太多的时间跟机会去协助他们。那所以，甚至有出去做工作做到很耐烦，听他们会用了一个词叫有当场罢工的，也不错了，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给他们一些训练，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也请他们多一些思考，然后有一些正向的调整，那其实不见得参加完活动就一定会有。多正向的收获了，所以这就是我这次要办这个课程的主要目的了。当然，接下来大家会问，那廖总你就这么有把握可以把人带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向？那我只能说，就大家多，这是姑且相信我吧，或者是从挑设计去多听相信我。第二个就是我会尽力的做好，那给参加者来参加训练的伙伴能够得到一些更正向积极的想法。这是我目前能做的，大概是这样。
谢谢雅珍哈，谢谢秉煌老师。好哦，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谁要来试着来表达一下你的看法呢？志颖，我没带手表，你现在几点？没有，现在吗？现在9:48，还是我们老师，我们先来个大合影好吗？那待会就是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就是大家轻松聊，因为在我们还没有轻松聊的启动之前呢，大家可能都会比较不好意思开口哈。好，稍等我一下，我们来把镜头打开，大家这个时间点来方便开镜头吗？镜头都开了吗？要开的伙伴，好，预备。我的相机准备好了。谢谢。OK 了，各位，快点了，预备哦，3、2、1。好，谢谢还有吗？我再拍一张那个就是镜头的，跟大家一起3、2、1，耶！好哦 ，OK。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